奶奶，我考上了，咱家也有人考上了。下山的路还是那条路，走了10几年，从盘山学步走到今天，每一步都踩着奶奶的影子。哟，芷芷，上坟呐？考上那个什么清北大学了？要我说，一个女娃没爹没妈，奶奶也死了，谁供你读书啊？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攒点嫁妆，找个好人家。王婶儿，您去年借我家那300块钱，奶奶走之前还清了没有？还了。那就好。我还以为您忘了，毕竟您刚才连我被谁养大都忘了。阿芝，爬虫效果好，追加数据分析单子，3万块，急，接不接？接。明天开始干活。入学费和生活费还差好多，明天还有3万块代码。这家网吧最破的机子，1小时只要1块5，键盘卡键，鼠标失灵。但我每天7点坐下，写到天黑。白天敲代码，晚上在网吧边上买快餐吃，有时候客人剩下的盒饭捡起来热热吃。饿过的人矫情不值钱。隔壁老刘看我瘦，每天偷偷在碗底埋个蛋。月光很亮，蛋很咸。代码还有2周要交。我认得这张脸，裴叔的儿子。微博上见过很多次，各种跑车和限量鞋，还有高档餐厅。裴叔电话里也常听到他没有掀起任何向往或嫉恨，懒洋洋地谈论着新款。裴叔，你们全都来我这儿。3个小时后，我还要去给饭店送菜。1天80，够这台电脑上2天网。爸，那几张卡还能刷不？我看上一款新出的游戏机。10年，公司出事了。出什么事儿？又被谁搞了？这次不一样。林之瑜，他考上大学了，以后不用打钱了。公司倒了，房子车子抵了，还欠800万。你在开玩笑？
收拾东西，我们去青岩村。爸，你说什么？你爸说收拾东西。裴十年、石少晚上蹦游去不去？明远，还有多远？快了，司机说翻过前面那道梁就到了。这什么鬼地方？裴叔怎么老了这么多？以前那个温和的裴叔，现在连背都挺不直了。你就是裴十年。你今年高考考了多少分？自己看。明年考不到700，我把你扔后山喂狼。你说什么？你听见了？你以为你是谁？你现在吃的是我家的米，住的是我家的房，我是谁？你衣食父母。目标700分。裴叔一家搬进来的第一顿饭是我做的，酸汤鱼，青岩村家家都会做的菜。嫂子，茶要一根一根加，火不是越大越好，焖火煮，慢炖出味。烟是从村口小卖部买的，5块钱一包，呛嗓子，跟他以前抽的特供雪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哟，芝芝，这就是资助你那个大老板。听人说账上全空了，你可小心点儿，别被人赖上了。你现在考上清北了，前途光明着呢，可别让外人拖累你。来，王婶儿，他资助我11年，11年的钱，11年的电话，11年的关心。您再多说一个字，这碗酸菜我从您头上扣下去。3.2万，全部积蓄，4个人能撑半年。等开学有了助学金，可800万怎么还？竹床嘎吱一声，像在替我叹气。
芝芝，书丢人。明天我给您找了个事儿，村后李大爷家鱼塘缺人帮忙，1天80，1天80，包午饭。咱们先把眼前这顿饭管住，今晚睡个好觉。裴世年，起床！我数3个数，1、2、3。林志宇，你疯了！早饭做好了，吃完了开始上课。谁要上你的课？你！我凭什么听你的？40分钟，1个字没写。你要是能做对1道题，我当场给你道歉。这些题本来就难，这是高一第1学期期末考试的真题。裴世年，你以前有的是机会当废物，现在你爸的公司没了，你妈的娘家不会再管你。你以为你还能靠什么？靠你脚上那双3000块的限量鞋。你知道你爸是为了什么一直往我这儿打钱的吗？关我什么事？他每次打钱给我的时候，都会附带一句话：芝芝，好好读书，以后有出息了，帮叔照看一下10年。这孩子被我惯坏了。他把你托付给我，所以从今天开始，你的命是我说了算。你以为你是谁？你的老师，你的监工，你的地狱。早饭在锅里，10分钟后到堂屋，迟到1秒，午饭取消。这大少爷脸臭的向全世界欠了他800万，不对，现在欠800万的是他爸。从2元一次方程开始。你让我做初中题，你高中题做不了，不从初中开始，从哪开始？第1题，看好了 ，x 加 y 等于5，x 减 y 等于1，解出来。你是不是故意羞辱我？不是，羞辱你对我没好处，我需要你考上大学。第1步永远是最难的，他已经迈出来了。村后李大爷的鱼塘今天要放水晒塘，缺个干苦力的帮手。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董事长得去赚这1天的工钱了。这是来到青岩村以来，这学渣的数学题上第1次出现代表正确的对号。林之瑜，你是不是从小到大也没人夸过你？在那一刻，这本破旧的笔记本里，悄悄藏进了一个少年未曾宣之于口的温柔。那嫌弃的表情，跟裴世年第1天踩到鸡屎时一模一样。不得不说，基因这东西真不骗人。
敏华，你跟这个破产男人躲到这儿来，你疯了吗？哥，你怎么来了？爸让我来接你，赶紧跟我回去。离婚手续我都准备了。离婚手续我都准备好了。就这，土房子拆火灶。十年，做什么题？跟舅舅回去，给你找最好的学校。回去？你说什么？不回去，我在这里就挺好。裴十年，你脑子被洗了，跟着那破产老爹和这丫头能有出息？赵叔，您开的那辆轿车落地大概5、60万吧？哼，小姑娘懂车？不太懂，我就知道裴叔公司在的时候，给您介绍了3个大客户，总利润超过2000万。那时叫好妹夫，现在他倒了，您来催离婚，您这车开起来沉不沉？你什么意思？哥，回去告诉爸妈，我不离婚。敏华，裴明远现在欠800万，那是我老公。你回去的路你认得，我就不送了。芝芝，中午多加个菜，吃完让他走。别抖了，切菜去。看什么看？三角完式公式背了没有？芝芝，你怎么了？没事，起太忙了。你别动，你脸白的跟纸似的。你最近晚上几点睡的？12点。你骗我！半夜2点我起来上厕所，你屋里灯还亮着；3点起夜，灯还亮着。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网上接了一些零活。什么零活？写程序，有人下单，我帮他们写软件，有一个单子5万块。写程序？你还会写程序？自学的，小时候看网上的免费教学视频，一点点练的。5万！你一个18岁的小姑娘，自学编程能接5万的项目？嫂子，鸡蛋要糊了。你看正面在那个条的情况是吗？芝芝，裴叔，鱼塘的活我能多干点，李大爷说可以加到1天120。你也别太拼了。我没拼，就写点代码，不累。芝芝，这个给你。裴叔，这公司出事前买的，本来想留给10年上网课用，但是被他嫌弃了。你更需要。我不懂这些东西，但以前听你在电话里说你在网吧写代码，以后别去网吧了。高考前我就注意到裴叔公司的数据不太对劲，但那时候没空细看。现在终于能拼凑完整了。
钱浩，钱志国的侄子。裴叔的公司不是倒闭的，是被人偷的。9月初，我要离开青岩村了。林志宇，你走了我怎么办？计划表贴墙上了，每天按照上面来。每周6晚上视频通话，我检查你的学习进度。如果哪周退步了，把我扔后山喂狼，我知道。不错，有记性。林志宇，说，你到了清北，别太拼了。你比我更需要被人管。记住，明年6月，我要看到你的成绩单。700分至少要，少1分，后山有狼。到了清北，一切都是新的。同学你好呀，我们都是大城市来的，你也是大一的吧？我要今天室友，你也是大一的吧？哪里考过来的？山省乡下。那种笑我很熟悉，不是看不起，是根本不知道该对一个乡下穷丫头说什么好。清北的服务器果然快，2个小时不到，模型第1轮就跑完了。优化一下算法，能上90。我操，你是人类吗？阿志，我导师真的很想见你。对了，有个事儿，上次你写的电商数据分析报告，客户那边有个高管看了非常感兴趣，想追加合作，报酬15万。15万，加上之前的10万，25万，还差775万。路还很长，但方向是对的。第一次模拟考420分，4个月翻了将近3倍，离700还差280。废话少说，挂了，做题去。裴明远在吗？你谁？你就是被资助的丫头，我是他搭档，要跟他谈谈。你来干什么？老裴啊，别这么大火气，我来是好意。你把我的公司弄垮了，现在跟我谈好意。今天来是聊欠款的，6个月还不上，宰几地收回。这是我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宅基地是我奶奶的，我是继承人。小姑娘，空口无凭。使用权人沈秀兰，看清楚每一行字了吗？老裴，你身边有高人啊！
不是丫头能挡的。试试看。裴叔，当年你资助我的时候，是不是想过1000块能管多大事儿？但你坚持打了11年，从没断过，大事儿都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800万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4个名字，3个空壳公司，全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裴叔的公司根本不是倒闭的，是被人活生生偷走的。钱之涵，我会用这张纸当引线，把你连人带骨头一起点着。学期中第2次模拟考成绩出来了，510分，从150到510，6个月，还剩4个月，距离700剩差190分。语文作文偏题，数学粗心扣了15分，英语词汇量还是不够，李宗良拿不满。作文每天抄范文，数学错题罚抄100遍。英语阅读每天再加1篇。你简直就是封建地主！你觉得我能考到700吗？你自己觉得呢？不确定。不确定就对了，觉得自己一定能做到的人才会松懈，觉得不确定的人才拼命。我回去背单词。你确定你是大一新生？教授，这是第2个版本，准确率能做到93%。我们学院有个产学研项目，跟部委合作，每月补贴3000块，有没有兴趣加入？有。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在这个模型边上加一个贫困生助学金匹配模块，我可以用我的研究来跑数据。这个会议室是你约的，现在你说了算。嫂子，留着吧，那是您最后的底气，我还没让您真的到要卖掉它那一天。芝芝，以前你说你7岁就会种地，我不信。现在信了？信了，我自己第1锄差点砍到脚。嫂子，第1次歪了不算什么，继续往下翻就行了。哟，那不是省城来的阔太太吗？也穷得拿鸡蛋换酱油了，可不是嘛？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你看她穿着那身土。
芝芝，你太瘦了，嫂子能做的只有这个。那是我吃过最滚烫的一碗蛋羹。放寒假前的一个周末，我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回省城，又倒了2趟公交，终于找到了这里。刘姐，你是谁？我叫林芷瑜，裴明远资助了我11年。裴总，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别处上班了。我知道那笔3000万是钱志深让你转出去的，我也知道他用什么威胁你。他说如果不照办就查你的账，说你做假账，让你背刑事责任。他还说如果你说出去，他就让你在这个行业内再也找不到工作。这上面每一笔资金走向都是我从公开信息里一点点拼出来的。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也没报警。我先来找你。转账凭证都在里面，还有他当时发给我的短信截图，他让我删，我偷偷存了一份。谢谢。当天晚上，我把档案袋的每页细细拍好照，传进加密文件夹存好。陈检，东西齐了，3000万，账面上每一环节的人名和证据都锁好了，人证也找到了。再过阵子就要批报了，你先把原件收好，等他再露一次头。我等着你露出破绽。你怎么更瘦了？你怎么更黑了？先做题。芝芝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嫂子，让他先做题，做完了再吃。哟，这不是石少吗？听说你家破产了，真在这当农民了。我期末模拟考了608，明年高考目标700。你抄我当年150的笑话，现在轮到我问你了，多少分？今天在村口做的还行。年后了，第3次模拟考成绩出来了，608分。英语和理综选择题还能拉近40分，数学大题第2问还能拿20分，语文古诗文还能减10分，加起来70分，加上608 ，678，还差22分。从哪儿来？减少粗心失误，控制在10分之内，那就是20分。70分加20，698，还差2分。2分的事儿，
考场上灵光一闪就有了。以前连2元方程都不会的人，现在能把每一分怎么减拆得这么清楚。你去哪儿啊？劈柴。疲劳连锁反应不是知识储备的问题，现在把这个退步消耗在模拟考里，总比带到考台上强。距离高考仅剩最后几天。3月，一纸传票寄到了青岩村，钱志国终于动手了。张律师，立刻帮我提交管辖权质疑。对，尽一切可能拖住时间。然后我买了一张机票，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飞回了省城。钱总，有位叫林芷瑜的女士非要见您。哟，是那个小姑娘，什么事儿？转账记录打印件，3家空壳公司的工商关联图谱，财务主管刘芳签过字的证词复印件，还有当年裴明远保留的那封授权邮件，3000万从裴明远公司的账上转到你侄子钱浩的空壳公司，然后通过你老婆李美华和你司机张强注册的另外2家公司层层转移。你有3天，3天之内撤诉，800万一笔勾销，3天之后，后果你自己承担。小姑娘，小姑娘，你知不知道我在省城有多少朋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3000万的侵占罪，最少判10年。你的朋友能替你扛10年吗？在陌生人面前绷了1个小时的镇定，终于在这一刻退下去了。但事情还没做完。林芷瑜吗？我是钱总的律师，钱总同意撤诉，无条件。陈姐，可以动了。4月，钱志国被正式立案调查，省城商圈炸了锅。5月，检察机关正式提起公诉，职务侵占罪，涉案金额3120万。他试图申请取保候审，被驳回了。窗外的杨絮，真像那天跪在奶奶坟前吹过的狗尾巴草啊。6月，距离高考倒计时最后1个月，我特意请了假回到青岩村，每天陪着他做最后的冲刺。别急，网络卡了。多少分？712。行，勉强及格。你管712叫勉强及格？我当年比你高，但是陪10年。你做到了。我做到了。为什么选工科？
我想学点实在的东西，以后帮我爸把公司重新做起来。8月，前置申案一审宣判，职务侵占罪成立，涉案金额3120万，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追缴全部违法所得。3120万，全数返还。虽然那家曾在财经新闻上出现过的公司已经不在了，但钱会回到裴明远的账上。裴叔，钱到了，先把供应商和员工的欠款清了，剩下的留着，以后再起步。芝芝，那是你的钱，你当年给我每一分钱，我一分都没忘。好。老裴，吃饭了。这辈子我做对了2件事。第一件是娶了你，第二件是在这个村儿给一个蹲在路边写作业的小女孩掏了1000块钱。10月中旬，我找裴叔谈了那个计划。我想用我的技术做一家公司，核心是我的预测模型，运营用你的经验。注册名我想好了，远之，你名字里的远，我名字里的之，我们一起。原指科技正式成立。第一个客户省城一家农产品经销商，我的模型帮他精准预判和当季土豆价格走势。那个冬天他比往年多赚了15万，口碑一下子传开了。春节期间客户翻了1倍，林芷女便整开习惯，3个月后再翻1倍。办公室从租来的2室日搬到写字楼，员工招到第6个。公司剪彩那天，裴10年放寒假回来帮忙。这个名字不错，听着像远志，中药治痴呆的。那你多吃点儿，别把当年考150的事儿忘了。明华，听说老裴公司重新做起来了，太好了！我就说嘛，老裴肯定是被小人害了。当初你来接我的时候，说我疯了，你说赶紧离婚，说裴明远翻不了身，那都是误会。我生病的时候，赵家谁来看过一眼？明远在鱼塘扛活，你们谁带过1包烟？我现在很忙，你请回吧，以后没事别来了。明华，你听哥说2句啊！
明远在鱼塘扛活半年落下的腰伤，天一凉就犯，是该好好补补了。舅，公司今天不对外接待。您下次来之前先预约。这个叫了20年舅的人，终于被划在外人里了。各位叔伯，我这次不是回来歇脚的。看看这些数据，咱们不能再任由渠道商压价了。芝芝啊，上次那些话你就当婶子嘴贱，趁热喝，婶子自己炖的。趁热喝，婶子自己炖的。那个，听说你搞了个什么系统，咱们村的核桃和花椒每年卖不上价，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能。但你先把村里种植户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散户的量太小，平台不好对接。第一批核桃上线电商平台，短短1个星期卖掉了8000斤，均霸比往年高了将近30%。那个考上清北的丫头，能不能帮帮我们村子？能，先成立合作社。方圆50里，6个村子都成立了合作社，全部兼入了远知科技的平台。芝芝，后山那几户也想入社，你啥时候有空再给大伙儿讲一遍那个什么系统？这棵树是我好多年前自己种下的，第一次结果那年奶奶还在。摘了满满一篮子去集上卖，现在树粗了1圈，围着它转的人也多了。陈浩真的来青岩村了，这研究生倒了几趟车，到的时候正赶上裴10年在劈柴。我朋友陈浩，裴10年，以前考150的那个。学长，你去清北问问，跟我同届的还有几个能比提分的？这是新合作方意向，报酬60万。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你说了算。他们看了你之前的报告，原话是只要能合作，条件不谈。还有一个事儿，我导师希望你下学期去做一次正式的技术分享，就坐在副高级技术顾问那个位置讲。阿芝，你知道我第一次看你代码的时候想什么吗？就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可能白学了。那个陈浩是不是在追你？关你什么事？我随便问问。芝芝，
以前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那不是我真心。先进来吧。我家孙女下半年上初3，数学拉分厉害。我想来想去，全村能帮她的只有你。让他明天早上过来，9点。你还真愿意帮？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他孙女。当年没人想供我读书，是裴叔拿1000块钱把我推到课桌前面的。他孙女也该有一张课桌。先把你会的都列出来。原来那时候的我，也是这副蠢样子啊。林志宇同学，你的农产品价格预测系统部里决定纳入全国市场监测平台的试点项目，23个省同步上线，技术授权费每年380万，10年期。赵院长，我签。另外，我想在系统里加一个模块，助学金匹配，把有能力资助学生的企业和有需要的贫困学生匹配起来，就像当年裴叔资助我一样。开发费用从我的技术授权费里扣。裴叔，当年你在路边叫住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别的孩子也像我当时被你看见那样，被一个系统匹配到属于他们的裴叔？没想过，叔那时候只是随手做了一件小事，小事改变了我的命。我想让更多的小事改变更多人的命。小林啊，我一直很好奇，你一个学生怎么想到要做这么大一个全国系统？我就是从一台时租1块5的网吧机子做起的。大2这年，期末成绩全院第3，不是第1，因为精力分散了太多。公司、模型、助学金、案件收尾，但第3已经很好了。大1结束了，成绩怎么样？全系第5。不错，但还不够。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好好说话？等你全系第1的时候。等着。远珠科技现在有20多个员工，月营收破了100万。芝芝啊，公司今年的利润，你的顾问费加分红一共80万。这钱我不要，投到助学金项目里。我有技术授权费，够花了。那天晚上，裴叔请我吃饭，在省城最好的饭店，以前他公司还在的时候常去的那家。芝芝，1年多前你在电话里说，你带嫂子和10年来我这儿，那句话救了我们全家。
那个时候我看不起你，觉得你就是个乡下来的小女孩，是嫂子眼瞎，今天给你赔不是。林志宇，眼神褪去了曾经的婉露，透着丑敬你。这一杯，敬过去的苦难，也敬未来的坦途。1年多前，我在这条街上，连买瓶矿泉水的钱都没有。现在你能把整个便利店买下来。新的1年，我们要把平台做到中西部6省，让更多农户能用上咱们的价格预测系统。小裴总，大家伙都好奇，当初你在林总手下做事，最怕什么？比冷水更可怕的是，他泼完冷水接着递卷子。芝芝，你那时候劝我留镯子，说不希望我有一天真的没了退路。我现在把它取下来了，留着当个念想。不是给我自己留的，是给你的。以后你自己有了小孩，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从前连锄头都拿歪的女人，带了一辈子的东西。好。哎，10年怎么没来？给我留个座儿。快，给10年添副碗，快！新的1年，在这一刻才算真正圆满。周老师病逝了，他是我初中班主任，当年悄悄从自己工资里抽钱给我买校服，买冬季棉鞋。退休后，也是他帮我联系了省检察院的女婿，那个后来在整个案件里把关键信息衔接起来的人。他留给你的，走之前最后几天写的。芝芝，你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学生。明年的助学金项目，用我奶奶和她的名字一起命名，一个叫沈秀兰，一个叫周桂芳。咦，你这代码签名怎么改了？为什么多了几个字？因为现在这个项目背上的人不止我一个了。2年疏忽闪过，大3了，全系第1，拿了国家奖学金，院里甚至推荐我直博。院长今天找我谈话了，问我想不想直博。你怎么说？我跟他说我再想想。我想先回去帮我爸把公司的事整利索，远珠科技业务铺到几个省，他盯供应链太累了。林志宇，你当年给我定的目标是700分，我考了712，现在我的目标是自己定的。赵阿姨开了家私房菜馆，名叫青岩，开在省城的一条老巷子里。
菜谱上只卖他在村里学会的那几样。酸汤鱼是招牌，酸豆角肉末是必点。我前半辈子被人叫裴太太，中间那几年被人叫破产户。现在人家叫我赵姐，我更喜欢现在。赵姐，从阔太太到自己颠勺，怎么扛过来的？一开始差点把厨房点了，后来发现火要一根一根添柴。这核桃比当年你家院子里那棵树结的甜。奶奶，我毕业了。当年您推着我到村口卖菜，是怕我以后没饭吃。现在我有饭吃了，很多孩子也有饭吃了。还是老地方。通过这套预测系统，我们打通了20多个省的数据壁垒。当年他说酸汤鱼第一，我还当客套。那会儿觉得山省肯定很穷。别提了，我家亲戚的合作社在用他的模型定价。老林，当年你说酸汤鱼全国第一，我们可都没信啊！走，今天带你们见识真正的全国第一。尝尝，这汤可是柴火灶慢火煨出来的，这酸味儿全靠自然发酵，绝对没兑一滴工业白醋。怎么样？现在信了吗？林总，项目拿下了，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通过重新布点，华南仓储周转率提升了22%。裴总监 ，C 区参数偏保守了吧？这不符以往经验。
以往经验不适用单数高峰。人大说方，大家看大屏，这是 C 区一手数据，波峰拥堵极值已逼近红线。裴叔，你当初最担心的事儿没发生。你说的对，他比我当年有出息。哎，刚才那场会真是绝了，这真是当年那个考150的少爷。可不是嘛，当年要不是被林芷瑜拿凉水浇头逼着学，现在指不定在哪混呢。窗外的晚霞斜打在那个他第一次一脚踩进鸡屎的起点上，只不过这一次他是坐着电梯升上来的。各位领导。助学金只是第一步，看看这个预测模型。根据远知大数据，秋冬季土豆会跌价至少20%，提前2周出货，能少损失一大笔钱。我现在就改模型参数，把本地土豆品类加进最高优先级的监测列表。这孩子跑得真够倔的，土豆都快被他捏碎了。当年我在村口，也是这样看着裴叔的车开走的。只不过，他坐的是越野，我追的是中巴。林总，钱家院出300万，只要您这边出具一纸谅解书，让他留着买牙膏吧。300万，买不了裴叔在鱼塘扛活的那半年。裴叔，是我，钱家想拿300万换谅解书，我没同意。芝芝，其实我也想过钱，不是贪那笔钱，是想让这件事早点完，别让你跟着受累。裴叔，是他偷了你的东西，让他做完他该做的，他不配提前出来。好。这间屋子比明远科技的办公室小，冬天透风，夏天有跳蚤，门口还有鸡屎味儿。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在那里面做的。今天我把 CEO 交给裴世年，不是因为他是我儿子，而是因为他比我更懂技术，更懂数据。
新时代的车轮已经转动，属于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被人接住过的人，不会忘了去接住别人。林总，你这些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从被一个人接住，到现在这个系统每年接住几千个孩子，感触我说不全，但我可以让你们看看现在这个系统后台。看直播了，你讲到第2段的时候，摄像大哥一直在擦镜头，后来才看清是他哭了。你当年把成绩单拍我手里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我要哭？没有。晚上请你尝尝新出的菜，赵姐独家研发。当年你外公在乡下给人扛活，那是何等的威风，一天能赚80块钱呢。外公，你别吹了，我妈说你当年在泥坑里连条鱼都抓不住。你那间老屋子的合作社联络点，对于他的一切，今天上午我路过的时候，看见里面挤满了报名的孩子。跟我当年不一样了，他们手里拿的都是打印好的报名表，不是沾着鸡屎的棒棒糖。时代变了，你那一代只有鸡屎。林志颖，谢谢你。别跟我说谢谢，先把新 KPI 完成再说。这是远之下一个5年的战略规划，助学金全面出海，农产模型升级，并面向中西部免费培养农村技术员。当年你在路边写作业，我在路边停车，那一脚刹车，我踩对了。不是因为我给了那1000块，是因为你把它变成了这么多孩子。裴师年求婚的地方选在了青岩村的这个老屋院子，就是当年他被浇冷水踩鸡屎做不出2元1次方程的那个院子。从我17岁到今天，所有值得被夸的事都是你教的。这一次，让我夸一辈子。裴
裴十年，嗯，你当年2元一次方程全做错了。改了。你给我布置的所有卷子我都攒着，现在不会再错了。这是你在土墙前给我的第1份卷子啊。两家人正式变成了一家人。婚宴摆在村里，全村人都来了。菜单中间的压轴菜依然是酸汤鱼。做了10多年，赵阿姨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差点把厨房点着的人了。裴老板，大喜啊！干了！今晚酸汤鱼不收钱。回家啦！取到了。奶奶，我成家了，嫁给那个考150的。芷瑜姐姐，报道去，宿舍在3号楼。这一幕像极了多年前那个站在青岩村村口，看着中巴车扬起黄土开走的我。自己拿筷子，别想让我喂你。谁能想到，当年在青岩村第一顿饭，赵敏华烧柴火，差点把厨房点了。某人对着卷子一个字不写，连摆在碗边的筷子都纹丝不动，现在却能在自己的厨房里把一锅酸汤鱼炖得刚刚好。数据全部匹配完毕，又多了19个新的名字。芝芝，你名字里有栀子花，栀子花不好看，但香。这朵栀子花，如今香遍了整座山，香得够远，让别的孩子也能循着味道找到路。